镍氢电池是当今世上通用度最高的充电电池，不仅是长效碱性电池最好的替代品，持久耐用又环保。但作为最普遍的电子产品之一，当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但也因为这样，有道是树大必有枯枝，竞争厂商多，就必有想要浑水摸鱼的。因此，这次我们特地找来了一些很有特色的电池，例如价格超便宜的或是声称电量超大的。我们就来测试一下，看看有哪些电池真的是价格实惠又用料实在的吧。测试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比较重量吧。这里一共有6款电池，依照它们的电量排序，依序是3600、3000、2700、2450、2450，然后是2000、1900。首先，我们就来看超大电量的这个型号，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呢？那它的重量是大约每颗27公克。再来是这个3000 mAh 小时的，每颗电量平均是18公克。再来是这个2700 mAh 小时的，每颗重量是30公克。再来是这个 Eneloop 专业版，每颗是平均30公克。再来是飞利浦的镍氢电池，每颗大约是27公克。最后是 IKEA 电池，每颗是30公克。我们这次即将测试的这6组电池都是全新拆封的，除了这颗 Eneloop Pro 使用了大约1年左右。因为像这种电池放电测试我们也做过好几次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放电测试有哪些事情需要注意吧。今天我们这里一共有3组独立的放电测试环境，分别是第1组、第2组以及第3组。以单独一组放电测试环境，里面包含的成员有电池、定电流负载、感应电阻以及电流表。我们的电流放电测试环境其实并不复杂，但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连接这各个组成元件之间的阻抗要尽量保持得越低越好，以及尽可能的稳定。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看这一组电子负载上面所显示的数据就可以知道，以现在的电池电压大约是 2.4 伏左右，以 0.1 安培放电，这整个放电回路的阻抗也就大约24欧姆。假如我们改成用1安培放电，整个放电回路的电阻马上就会下降10倍左右，变成2点多欧姆。所以把这各个元件连接起来的路径阻抗就会变得异常重要，因为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接触不良，就会马上反映在放电电压的稳定度上面。其实我们从这个电表上面的电压值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良好的放电环境，它的放电电压稳定度甚至可以达到小数点以后的第6位，这是非常稳定的。当然这也跟电池有关系啦，所以这个我们只能说放电电压如果越稳定平缓，可以代表2件事情，一个是电池的内阻极小，输出阻抗极低，因此它在放电的时候电压不容易受到波动。另外一个就是放电环境的稳定可靠，不受外界环境所影响。我们看这边3组电池的电压稳定度， IKEA 这一组电池它的放电电压稳定度可以稳定到几乎是小数点以后第6位。另外我们看到第3组这一组飞利浦的电池，乍看之下它的电压似乎非常不稳定，对吧？但是这个我应该会把它归咎于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因为第3组这一组我们用的放电负载是现成的电子负载模组，控制回路的稳定度就是只有稳定到小数点以后的第3位，所以第3位以后会跳动不稳定，应该就是受了它本身特性的影响。所以再来我们从电表监测的波形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放电环境是很稳定的。我们现在马上来进行第1组电池电量放电实验吧。通道1是 Eneloop Pro 电池，初始电压 2.756 伏。通道2是 IKEA 电池，初始电压是 2.763 伏。通道3是飞利浦电池，初始电压是 2.7 伏左右。这几组电池都是充满电后静置12个小时以上，因为我认为这样子比较符合我们正常的使用情况。就这样开始让它通电测试吧。
这组电池的放电结果中 Eneloop Pro 的电量看起来是最长久的，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放电过程中，拉达电池其实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电压，因为放电电流相等，因此这两个放电曲线所围起来的这个区域，就是拉达电池多放出去的电量。所以实际上，如果以 mini 瓦特小时来比较实际释出的能量，拉达电池不见得会是比较少的哦，反而因为它高出来的电压，使用在电器上会有非常细微的动力提升。第二组的初始电压分别是 BPI 2.742 伏、Bmax 2.757 伏以及 BTY 的 2.686 伏。设置好之后，我们就通电让它直接开始吧。这一颗 BTY 电池已经率先在6个小时左右完全没电了，远低于它所声称的3000 mAh 小时。我们之后用1安培电流对全部的电池再做一次放电测试，可以得到这张曲线图。因为电池以大电流放电时的电压越高，代表电池的输出阻抗越低，输出阻抗越低就代表动力表现越好，因此接上负载后电池的电压衰减就越小。所以我们参考这张图，除了了解电量，另外就是要看看动力表现如何。经过这么多测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3号镍氢电池的储存电量瓶颈大概就是2500 mAh 小时左右。我们看这张图表就可以大概看出每颗电池的性价比。当然，决定电池品质的因素也不是只有电量而已啊，使用者还是得自己辨识电池标示的可信度。所以说，现在有确实标示的厂商好像越来越少了。不过，除了有广大用户群及测试数据库的 Eneloop 系列之外，当然也还是有老实厂商的，那就是飞利浦的这一颗镍氢电池，它竟然标示说我的电量最大就只有2000 mAh 小时哦，实际上的电量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值，价格也不贵，给它按个赞。最后，感谢您的收看，也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哦，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